这一系列我来讲太空旅行的基础知识。很多人在我谈到变暖跟物种灭绝的时候，都问到今天逃离地球的可能性有多高？那么这一系列我们仔细分析一下各种流派跟背后依赖的技术，主要分为2部分。第一部分是改造旅行方面的技术，比如说光速飞船、瞬移等等。第二部分是改造时空方面的技术，比如说虫洞、曲率引擎等等。宇宙旅行的第一步对人类来说就很难，因为地球的质量有点大，所以脱离地球引力就需要 11.2 公里每秒的速度。200-300年前，人设想过离开地球的方式，大都是用大炮发射到宇宙上去的模式。但我们利用中学物理知识就能算出来，哪怕我们制造的炮筒超长有300米，想让人体炮弹在出膛的时候速度达到 11.2 公里每秒，也需要大约20万每秒方的加速度，这相当于重力加速度的2万倍。而今天在各种安全实验中发现，人体能够承受的加速度最高也只有重力加速度的10倍左右，所以用大炮发射去脱离地球引力，即便速度够了，人也活不下来。我们可以用同样的原理改一下条件，就是不断的加长炮筒，让加速度不那么猛。如果把人体炮弹在膛内的加速度控制在10倍重力加速度的话，也就是100米每秒方，那需要多长的炮筒才能在人体射出的时候达到 11.2 公里每秒的速度呢？算一下，大约就是持续110秒，炮筒的长度是500公里。这样的炮筒是不可能造出来的，于是就得要靠火箭摆脱地球引力。火箭之所以能摆脱地球引力，靠的是齐奥尔科夫斯基公式，后来这个公式也被简称为火箭方程。齐奥尔科夫斯基也被称为人类航天之父，因为他在光绪23年写出这个公式，甚至比莱特兄弟的飞机第一次成功起飞还早了6年。为了节目的完整性呢，我把它放在文稿中，感兴趣的话你可以点开看看，不看也不影响理解后面的故事。这个公式最重要的意义是，火箭能达到的速度其实是可以高于火箭喷射出物质的喷射速度的。什么意思呢？比如说摆脱地球引力需要 11.2 公里每秒的速度，那么大家知道火箭是靠往下喷物质获得反推力升起来的。但如果我这个火箭往下喷射的物质最高只有5公里每秒的话，是不是就说明我这个火箭永远也摆脱不了地球引力了呢？并不是的，其实这个火箭可以一直加速，不止摆脱地球，摆脱太阳系都是没有问题的。只要有东西不断的往后抛，哪怕是很慢的速度，火箭的速度依然能够增加。所以人体大炮的最难点就是要求旅行者直接超越 11.2 公里每秒的这个速度的难点，就这样绕过去了。但火箭公式同时也展现了另外一个难点。我们再回到这个公式，火箭能获得的速度是喷射物速度乘以一个对数。什么对数呢？就是初始质量除以推进过程完成之后的剩余质量。对这个比值取一下对数，我们知道把一个增长规律取一下对数会有什么结果呢？那就是一下子大幅放缓了增长趋势。比如说我的收入是今年1万，明年10万，后年100万，工作3年从普通白领升级到100万年薪，这是一个非常令人羡慕的暴涨。但如果在这个工资基础上取一个对数呢，这种增长趋势一下就变成了今年1万，明年2万，后年3万。所以我们好不容易给火箭堆上了上万吨的燃料，但最后这些燃料对速度的增加所起到的作用被对数大幅削弱了。怎么改进呢？还是这个乔尔科夫斯基，他提出了多级火箭的概念。既然我们在追求初始质量比推进结束时的剩余质量越大越好，那么我们就把火箭分成好几节，每飞一段就扔掉一节，把多余的外壳质量也扔掉，那么最后剩下来的质量就非常少，获得的速度就会更高。但节数越多，火箭的稳定性也越差，所以直到今天，多级火箭最多也只有3节而已。即便如此，为了把几吨的有效荷载送入近地轨道，起飞质量也需要几百吨，效率实在太低了。人类除了利用这个原理之外，还使用了引力弹弓技术。我们熟悉的旅行者1号、2号的速度分别是 17.3 公里每秒和 15.6 公里每秒。他们在迄今为止人类制造的飞行器速度排行中排名第5和第6。排名第1的是2018年发射的帕克太阳探测器，
速度是176公里每秒，这大约是光速的1700%。那我们现在如果假设带了足够多的物质可以向后抛来增加飞船的速度的话，是不是按火箭方程的规律，最后就能接近光速了呢？也不是，因为火箭方程是1897年写出来的。当然，后世的科学史家们发现，其实早在嘉庆18年，皇家军事学院就写出过这个公式，只不过没有公开发表。而那个时候还没有相对论，所以这些公式都是没有考虑相对论的结果。把火箭方程推广到广义相对论之后，就会变成一个双曲正切函数的公式了。这涉及到洛伦兹变换跟动量守恒的计算，我就不说细节了。变形之后的公式我放在文稿中，感兴趣的话你可以点开看看，不看也不影响理解后面的故事。在很多科幻小说里会写飞船的动力来自于物质跟反物质的湮灭，于是湮灭过程喷出来的就是无质量的光子，相当于喷射物的速度是光速。这种飞船如果燃料占全部质量的14/15的话，当燃料耗尽的时候，根据公式算出飞船的速度就可以达到99%的光速。那么燃料与荷载的比值只需要14:1的样子，远不是今天火箭的1比几百，显然是更划算了。而且速度更是比今天的火箭快上了上万倍。只不过我们当前的技术无法批量的获取跟控制反物质，所以这种火箭不能说绝对造不出来，起码我们有生之年是看不到的。退一步说，就算造出来了，宇宙还是太大了。比如今天发现的跟地球最像的地外行星叫开普勒452b， 它是一颗岩石行星，直径比地球大 60%。 它的母星是一颗非常类似于太阳系的 G 型恒星，处于壮年。开普勒452b 跟母星的距离还特别合适，在宜居带内。如果不考虑距离的话，马斯克一定会首选飞向内里移民。但实际呢，不得不考虑距离，因为开普勒452b 在天鹅座，距离地球1400光年，哪怕是以 99% 的光速飞往那儿，也需要1400年啊。不过我们还是要考虑相对论效应，因为1400年的时间是对地球上没有飞走的人来说那个时长，他们自然不可能等到飞船抵达目的地的那一天。但是以 99% 的光速前进的飞船上的殖民者经历的旅途时间就不是1400年了，那是多少年呢？这还需要用洛伦兹变换算一下。 99% 光速下的洛伦兹因子伽马等于 7.09， 也就是以这种速度飞行，飞船上的1秒相当于地球上的 7.09 秒，于是1400年对于飞船上的宇航员来说就大约是200年时间。等到了，殖民者还是一样都老死了。所以如果真的考虑到殖民者的生命长度，那单程最长也不要超过10年，于是 0.99 倍光速飞船可以考虑旅行的半径也只有70光年的范围。当然，这个极限是可以继续依照火箭公式延伸下去，我尽量少带物品，尽量多的带燃料，让速度增加到光速的 99.99%， 这样洛伦兹因子就会从7增加到70，于是旅行半径就可以增加到700光年的范围。这个过程当然还有很多细节没有考虑，比如说加速跟减速必须得是匀速，最好能以重力加速度的规格，以每秒10米的速度来变化。这样宇航员在飞船内生活就不会因为缺乏重力加速度而生病。这一定是一个非常缓慢的加速过程，算一下就知道大约需要持续加速1年的时间。减速同样也需要按照这个规格，于是减速也需要1年的时间。对前一种速度来说，那个宇航员用20年飞了一个来回，25岁小伙子走的，45岁大叔回来的。但回来的时候，他认识的所有人已经不在了，因为已经过去了140年。后一种情况更夸张，因为等他回到地球上的时候，已经是1400年以后了。别看今天 NASA 根据商业空间发射法要求马斯克的火星移民计划发射必须得返航，否则不会批准发射。但如果这类接近光速的飞船真的能够实现，相信返航的要求已经从法律层面变为私人协议方面的要求了。上一期我们以火箭方程出发，分析了在考虑相对论之后，太空旅行的单程距离的合理范围是多少。但我们一直回避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靠什么把速度加到接近光速呢？之所以回避这个，是因为它是一个无解的问题，因为我们没有那么多能量啊。于是还有一些科幻式的想法试图解决太空旅行，比如说星际迷航里那个瞬移器的 transporter。
当时2位主角从钻井平台上掉了下去，马上就要砸到地面了。进取号上的船长在他们落地之前最后一刻，成功的锁定了这2个人的生物信息，然后把他们传送回了进取号，保住了他们的性命。这个瞬移器能不能用来做太空旅行呢？如果可以，那旅行就太直接了，并不需要搞什么光速火箭之类的东西。那瞬移器传输的到底是什么呢？其实并不是把粒子以某种速度从 A 发射到 B， 真正需要传输的是那些有关生命微观组成的完整信息。有了这些信息，根据全同粒子的假设，就可以在另一端完成传输，组建一个跟之前一模一样的人。刚刚这句话呢，我要把概念梳理一下。首先是全同粒子假设，也就是说，只要是基本粒子，比如说 A 处一个电子跟 B 处的一个电子是完全一样的，它们是不可区分的。这个概念与 A 处的一粒沙子跟 B 处的一粒沙子是不一样的。沙粒之间肯定是有区别的，电子之所以不可区分，是因为它们是基本粒子，也就是电子的表面跟内部就不再有可以拆分的成分了。如果还能拆出一些成分，它就不能称之为基本粒子，于是就没有任何多余的信息可供人们把 A 电子与 B 电子区分开来。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只要按照之前那个人全部生命微观组成的完整信息，充分利用 B 处存在的基本粒子，重新组合一下，就能复制出这个人，相当于把它传送到了 B。这个人不只应该具有 A 处的人一样的外貌，在性格、记忆、情感也应该是一样的，因为我们使用的是所有基本粒子的完整信息，所以瞬移器的最关键环节就是生物信息的测量、存储和传输。我们先来说存储，因为这是最好理解的，而且困难呢也是最低的。人体大约是由1028次方个原子组成，这个数字是怎么来的呢？我们可以先估算水分子，按照体重70公斤去算，有49公斤的水，水的摩尔质量是18克每摩尔，所以一共是2722摩尔的水分子。1摩尔呢是6乘10的23次方，于是49公斤水大约就是 1.6 乘以10的27次方个水分子。而水分子呢是由2个氢原子跟1个氧原子组成的，于是总共就是5乘以10的27次方个原子。再把剩下的20公斤更重的其他的元素考虑进来，所以大约就能到10的28次方个原子。接着就是对每个原子状态的描述了，比如说主量子数啊、角量子数啊、磁量子数啊、自旋量子数啊，这些参数决定了原子内的能级分布、轨道形状，还有能级分裂的情况，同时也包含了一个原子与周围原子的连接方式。这些信息其实挺多的，所以我们为每一个原子的描述信息预留 0.1 兆字节的空间。于是算一下，关于一个人生命完整信息大约就是10的21次方 GB。 这是一个什么级别的数据量呢？我们呀，假如用硬盘去存的话，我们选今天可以买到的非常大的那种硬盘，一块 3.5 英寸的硬盘是10 TB 的，那么一个人的完整信息就需要10的17次方块硬盘来存储。那这么多硬盘是多少呢？我们来算一下，地球表面积是 5.1 亿平方公里，一块硬盘的正面的面积呢是150平方厘米。用这种硬盘把地球表面全部铺满，而且也包含海洋面积啊，铺这么一遍只需要 3.4 乘以10的16次方块硬盘。所以存储一个人完整的生命信息需要用到的磁盘可以铺满地球表面3层。当然我们也可以用信息密度更高的 SSD， 然后把 SSD 叠起来放，100层叠在一起大约是1米高。那这样的 SSD 如果一点缝隙都没有留，堆满地面的话，需要占用新疆跟西藏2省的全部面积。所以呢，在存储上压力其实是非常大的。但其实这还不只是压力大了，因为完整的生物信息的测量、存储跟传输中，存储的难度那是最小的。对于测量来说，那已经不是困难大小的问题了，而是从目前量子物理的理论来说根本就不可能。如果我想复制一份作业，那么我看清每一个字然后照抄就可以了，别抄错。但如果我想伪造一份签名，那么就要看得更仔细了。这个时候需要对比的就不是字错没错，而是每个笔画的形态都要模仿到位，错了0点几毫米都有可能复制失败。
这些观察呀，就算再仔细，它都是在宏观上的。而生命体的微观信息要测量，就有别于任何宏观的测量了。因为量子理论的一个基本特点就是，观测过程本身对被观测体系造成的干扰，那是完全不可忽略的。正因为你测量过它，于是在测量结束的那一刻，它相关的数值就已经发生了变化。听到这儿，你可能觉得这也没有什么问题，因为至少我们已经测到了那之前的数值啊，存好就行了，之后变就变了，没关系啊。而且我们并不一定需要特别完整的信息，信息啊很有可能有相当大的模糊性。咱们举例来说，比如说我少了几根头发，或者口腔里少了几个上皮细胞，这些差异就算出现了，我还是我，这并不妨碍传送生物体的有效性。但这种模糊性呢，仍然不能解决测量上的问题，因为最关键的问题是，我们并不是可以忽略那些粒子的参数，而是我们对每一个粒子只有一次测量机会，在一次测量中把所有需要用到的物理量都测到才可以。但这一点从理论上说就做不到，因为有些可观测量是相互排斥的，比如说位置跟动量就是互斥的，能量和时间也是互斥的。当你把其中一个测得很准的时候，另一个量的值的误差范围就是无限大。这并不是技术水平上的限制，而是测不准原理决定了。所以，如果瞬移器必须依赖有关生命微观结构的完整信息，那传输生物体这件事本身就是不可能的。最后，我们来说说传输的过程。尽管刚刚在测量环节已经解释过了，完整的生物微观状态信息是不可能通过瞬移器测量的，但我们就假设它可以。那么，传输过程会出现什么事呢？比如说，电影里那样唰的一下就把两个人瞬间在金曲号里给重新组合起来了，会是这样润物细无声吗？其实是不会的，这将是一个非常耗费能量的过程。我们假设对一个人的人体重新组合是在亚原子层面的，也就是质子、中子、电子上进行的，那么大约会有多少亚原子参与呢？大约是组成人体原子数量的10倍的那么一个数量级，也就是10^29次方个亚原子粒子。由于这些亚原子需要重新组合到一起，那么就要考虑到每个亚原子的结合能的大小。我们就以质子为例，每个质子大约是在100兆电子伏特左右，所以把当前环境里亚原子先分解，就需要吸收大约10^29次方乘以100万兆电子伏特，算一下呢，就是10^16次方焦耳，大约和3亿度电。3亿度电是多少能量呢？北京市全年用电量是1280亿度电，3亿度电呢就是全北京一天用电量。所以对于传输一个人来说，分解亚原子的步骤就需要耗费这么多电。你说我有的是能源不怕，但下一个步骤你是没法解决的，因为你除了拆散之后，你还要把它重新组合成一个人啊。于是10^16次方焦耳的结合能还会再次释放出来，这相当于200万吨当量的 TNT 炸药的爆炸。要知道，二战中广岛原子弹的爆炸当量才2万吨啊。所以，当一个人在瞬移器组合而成的时候，如果真的就像电影里那样几秒钟就结束了，那现场的环境跟氢弹爆炸的中心情况应该是类似的。当然，如果本身就有很多现成的原子或者分子可用，那么需要用到的能量跟释放出来的能量就没有这么巨大了。但是即便没有那么大，也至少会有几十到几百公斤 TNT 炸药的当量，这个数值甚至不需要计算了，因为 TNT 炸药的能量就来自于化学能的释放，而从原子或者分子层面做一个重组也是化学能的吸收跟释放，所以重组一个人需要的 TNT 炸药的分量应该跟一个人的体重在同一个数量级。关于太空旅行，在飞船和飞行员上的技术就介绍这么多。下一期我们来说说通过改造空间实现太空旅行的可能性。